就在端方做梦的时候，王家庄被占领了。事实上，在凌晨3、4点钟的时候，王家庄已经被中堡镇的基干民兵营成功的包围了，足足有1个营的兵力。基干民兵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王家庄拿下了。这会儿整个王家庄都在欢庆解放呢，人们在锣鼓声中跳起了秧歌。秧歌是一种标志，它意味着翻身，意味着庄稼人的当家作主。秧歌还意味着民主，意味着专政。人们在唱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。是的，人们好喜欢。被占领了，被解放了，庄稼人没有理由不高兴。用占领来回顾占领，用解放来纪念解放，说起来这也是中保公社的传统了。作为中保公社的革委会主任，洪大炮一直是一个狂热的战争迷。他参加过渡江战役，他伴随着100万雄师的铁流占领过南京，这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战争。但是很不幸，他对战争刚一上瘾，全国就解放了，敌人没有了，战争结束了。然而这不要紧，没有敌人可以发明敌人，只要有雄心有壮志，敌人完全可以创造出来。人民也应该有他的假想敌。为了对付这个敌人，洪大炮给了自己一个任务，他亲自兼任了中堡镇的民兵营长。严格的说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违反了组织与行政的基本原则。可是洪大炮坚持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洪大炮兼任民兵营长有他的科学依据。就全民皆兵这一点来说，完全符合军事化的正常建制。国家是什么？国家首先是一支国家军队，然后呢，往下排，一个省等于一个军，一个地区等于一个师，一个县呢就等于一个团了。照这样计算，一个公社当然就是一个营。中堡镇作为一个营，在洪大炮当上营长之后，成功发动了许多次有意义的战争，可以说战功卓著了。最著名的当然是模拟渡江。每年的4月23号，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天，洪大炮都要把全公社的社员组织起来，同时把全公社的农船、篙子、桨橹和风帆组织起来。为什么呢？洪大炮要指挥渡江战役，他要在吴公湖的水面上带领100万雄师过大江。每一年的4月23号都是中保公社的节日，那一夜谁也别想睡。那一夜，中保镇吴公湖的水面上波澜不惊，是黎明前的黑暗与战争前的寂静。突然，2颗红色信号弹把吴公湖的水面照亮了，信号弹就是命令。吴公湖一下子就杀声震天，潜伏在湖岸的大军哗啦一下出动了，密密麻麻的火把点亮起来，浩瀚的吴公湖水面顿时就成了汪洋的火海，鲜红鲜红的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吴公湖万船齐发，千帆争流，所有的农船和所有的社员一起向南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向南京进攻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能有2万多人，当然它还是一个营，是一个独立营。天亮时分，独立营占领了南岸，也就是南京。事先准备好的20个大草垛被点燃了，大火熊熊，火光冲天，大火把天都烧亮了，把初升的太阳都烧亮了。南京在熊熊烈火中变成了废墟，敌人又一次灭亡了，我们又一次胜利了。4月23号每年都有一次，这就是说渡江战役同样是每年都有一次。胜利是天上的星星，数也数不清。当然，渡江战役后来不搞了，主要是出现了伤亡，牺牲了2个人。2个本来就不会游泳的姑娘，
在极度混乱的战争中落到了水里，直到第二天的下午才飘了上来，被波浪退还给了中保镇。他们是烈士，洪大炮说，县民政局却不批，没有追认。洪大炮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。上级领导的批评历来都是这样，他要体现辩证法的精神，他是一分为二的。一方面，上级领导否定了洪大炮工作中的失误，另一方面，上级领导也肯定了洪大炮所坚持的大方向。在大方向的指引下，洪大炮及时修正了他的战争思路，他把战争从水里拉到了陆地。当然，主题是不会改变的，那就是解放。1976年的年底，利用冬日的农闲，洪大炮决定今年解放王家庄，同时把拉练、打靶等军事行动全部放在了这里。军事行动有军事行动的特点，那就是严格保密。王家庄在事先一点也不知情。吴曼玲惨了，她是从被窝里被洪大炮揪出来的。吴曼玲没洗脸，没梳头，没刷牙，被窝都裹在身上，样子十分的狼狈。好在吴曼玲并不糊涂，她在第一时间向洪大炮做了检讨，是口头的。她承认自己放松了警惕，没有做好相应的积极的防御。洪大炮却没有责怪他，虽然一夜没睡，洪大炮的精神头却格外的好。洪大炮一挥手说，不是你们无能，是共军太狡猾。这是一句家喻户晓的电影台词，经洪大炮这么一引用，有了豪迈的气概，有了必胜的信念，还有了幽默的效果。大伙儿全笑了，洪大炮也宽宽的笑了。洪大炮一笑，吴曼玲的口头检讨就算通过了。王家庄的气氛热烈起来，家家户户打开了大门，他们庆解放，迎亲人，烧开水，煮鸡蛋，放鞭炮，打起鼓来，敲起锣。大清早的，炊烟袅袅，热火朝天。高音喇叭响起来了，锣鼓声和鞭炮声响起来了。端方坐在床上，远远的，却听得真真切切。这不是梦，是真的。王家庄被占领了，作为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，洪大炮和他的军队把王家庄年底的气氛提前推向了高潮。虽然离过年还有一些日子，但是在王家庄的年轻人看来，这样的气氛比过年好多了。过年哪里能有这样的紧张，这样的刺激？王家庄被民兵营全面管制了，他们是一支人民的铁军，一共有3大纪律与8项注意，他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。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战地快报的总结上说，在王家庄被解放的这些日子里，王家庄没有一个妇女遭到调戏。战地快报还说，王家庄甚至都没有丢失1条狗与1只鸡，这是极其了不起的。战地快报进一步指出，相反，战士们为老百姓做好事却达到了136人次，比较起1975年解放李家庄来，提高了 5.73%。 当然，战地快报绝对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，他检讨了自己的不足。他说，2连4排1班的战士张伟民，他骂了王家庄第3生产队的一位贫农大爷，他说大爷是狗日的，一声大一声小。张伟民受到了营部的通报批评，营部决定在实弹演习的时候扣发张伟民2粒子弹，以儆效尤。王家庄3步1个岗，5步1个哨，壁垒森严了。突然就有了咄咄逼人的紧张，小伙子和小姑娘们极度的兴奋，都快不行了。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放轻了脚步，还不停地回头。即使到河边去淘米，即使是上一趟厕所，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怀里揣着一封鸡毛信。
他们是在工作，暗地里早就参加了革命，而且在地下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凭空就有了意义，是在白色恐怖之中完成的，是机智勇敢和艰苦卓绝的。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贼头贼脑的，眼珠子一刻在眼眶子的左边，一刻又窜到了眼眶子的右边，就生怕暴露了目标，还要担心脚底下的地雷，以及老槐树后面的一声冷枪。鬼鬼祟祟，太吸引人了，简直就是召唤，恨不得自己马上就被捕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后，气息奄奄的被解救出来。但是没有人逮捕他们，太遗憾了。他们在等，他们在走路的时候不停地回头，他们坚信希望是有的，一定有。照这样下去，一定会有一只乌黑的枪口对准他们的小腰，低声地说：“不许动！”他们就被捕了。这是多么的荡气回肠！这样动人的假想其实是矛盾百出的。一方面，民兵营把王家庄假想成了敌人，是最后的一个据点，可王家庄呢，反过来了，他们把民兵营当作了敌人。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人民与人民的军队完全可以这么做，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，是国家让这么干的。乌曼玲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游戏，不过上级的指示他是不会抵抗的，他会不折不扣的严格执行。这一点上级领导完全可以放心了。在被占领的日子里，吴曼玲的工作量一下子加大了，他把端方从养猪场调上来了，和民兵营的3位战士一起，专门负责红大炮的警卫工作。红大炮的行军床架在大队部的主席台上，那里既是红大炮的个人卧室，同时也是这一次军事活动的最高指挥部。端方他们呢，在空荡荡的大队部下面打了一个地铺，4个小伙子都挤在了一起。看起来洪大炮对端方的印象不错，一见面就给了端方的胸脯几拳头。端方特别的结实，胸脯被洪大炮的拳头擂得嗡嗡的。洪大炮高声地说：“小伙子不错，条件好。”吴曼玲淡淡地说：“是不错的。”洪大炮又给了端方胸脯一拳头，说：“前途无量。”吴曼玲的心口凛了一下，前途无量，他太耳熟了，这是洪大炮对吴曼玲的评语，在吴曼玲的耳朵里一言九鼎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吴曼玲一直没有忘怀，他把这4个字印在了脑海里，对这4个字极其的珍惜。私下里，他把自己和这4个字捆在了一起，有了特殊的含义，是特定的，是专指的，是吴曼玲的另一种说法。现在洪大炮这么轻易的就把这4个字给了端方，吴曼玲难免有了一些想法，即使是给了端方。当然吴曼玲没有表现出来，很得体地说：“他给洪主任做警卫，我放心。”说完了，吴曼玲的内心突然就有了一个不太好的念头，是一股淡淡的失望，甚至是绝望。洪大炮再不是把他说过的话给忘了吧？但吴曼玲还是有收获的。端方做了警卫，一到了夜里，他就睡在大队部了，和吴曼玲睡得特别的近，就在一个屋檐的底下。这样的格局其实也说不上好，近在咫尺，却还是远在天涯，有些折磨人了。要不要过去查查房呢？电影上倒是这样的，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上，女干部们时常提着马灯来到熟睡的战士们的床边，帮他们掖一掖被子。吴曼玲想象出端方熟睡的样子，特别想在端方的下巴那儿给他掖一掖。这个想法和这个动作都招惹人了，有些欲罢不能。
一想到洪大炮就躺在主席台上，吴曼玲叹了一口气，又拉倒了。一个女干部半夜3更的跑到领导的那边去，这算什么？传出去反而会给自己的未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还当他们是怎么了呢？第二天的下午，吴曼玲从外面刚刚回来，意外地发现大队部是空的，只留下了端方一个人。端方蹲在空空荡荡的大队部的正中央，就着脸盆洗衣裳呢。吴曼玲进了大会堂的门，看了看四周，说：“人呢？”端方头也没抬，说：“练习刺杀去了。”吴曼玲说：“你怎么不去？”端方说：“洪主任让我给他洗衣裳。”吴曼玲并着步子走了上去，蹲下来，突然把他的手伸进了蓬勃的肥皂沫里去了。吴曼玲说：“这个洪大炮也是的，一个大男将洗什么衣裳？”再也想不到，一把却把端方的手给抓住了。4只手同时吓了一大跳，都在泡沫里，一只也看不见。吴曼玲的胸口突然就是一番颠簸，肥皂的泡沫实在是太可爱了，但肥皂的泡沫并不可爱，它特别的滑。端方一惊，手就从吴曼玲的掌心滑出去了。吴曼玲没有再去抓，刚才是无意的，再去抓那就故意了，不好。端方站了起来，2只手垂放在那里，10个指头都在滴水，但端方却没有走，就那么站着。吴曼玲开始了她的紧张，大幅度的搓衣裳，乳白色的泡沫四处纷飞。吴曼玲是知道的，端方一旦站起来，肯定就要离开了。还没有来得及感叹，出乎吴曼玲意料，端方慢慢的却又重新蹲下了。吴曼玲的心脏一下子拉到了嗓子眼儿，不敢看，只能盯着他的膝盖，手还在机械地搓。吴曼玲的心里头突然就是一阵感动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2个人一起蹲着，守着乳白色的泡沫，就这样吧。可吴曼玲的呼吸跟不上了，坚持了半天，到底把嘴张开了，突然就是一声叹息。端方说：“曼玲。”吴曼玲停止了手上的动作，她的身子一点一点的直了，抬起来了。吴曼玲斜着眼睛，就那么望着端方的手。她手背上的血管是凸爆的，手指尖还在滴水。大队部的空间一下子就被放大，在晃，越来越虚，有些可怕。而大队部的安静却被收缩了，小到只有一滴水这般大，也蛮可怕的。吴曼玲一直都没敢动，甚至连目光都不敢动。如果现在是黑夜，吴曼玲想，自己会扑过去的吧，自己一定会把脑袋埋在端方怀里的吧。当然，这只是吴曼玲一个壮胆的想法罢了。吴曼玲自己也知道，如果现在是黑夜，自己还是不敢扑过去的。她担心端方客客气气地抓住她的2只胳膊，一只手放在她的左边，一只手放在她的右边。这样的事情不能有第2次。吴曼玲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她的肩膀一松，整个人就软了。好在还蹲在那里。吴曼玲说：“端方，有些话你还是要说出来的。”一个警卫战士却十分冒失地冲进来了，枪托在他的身后拍打着屁股。吴曼玲瞥了他一眼，分开绝对来不及了，看起来一切都还是给他看见了。吴曼玲从脸盆里头提起了洪大炮的衣服，拉住领口拽直了，送到端方的跟前，大声说：“主要是领子，洪主任多辛苦，出汗多，领子要用力的搓，还有袖口，看见了吧？笨死了你！”
吴曼玲在慌乱之中的镇定，甚至把自己都感染了。他站了起来，打了一个踉跄。吴曼玲笑着说：“小程，忙什么呢？”小程一个箭步跨上主席台，掀起洪大炮的枕头，他把一盒飞马牌香烟举过了头顶，还扬了扬，高声喊道：“洪主任的香烟抽完了。”小程跑步走了，枪托在他的身后，拍打着他的屁股。大队部和原先的大队部一样大，大队部和原先的大队部一样安静。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漫无边际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静谧。吴曼玲相信了这样的一句话：可遇不可求。那一刻被他遇上了，那一刻却再也不可求了。肥皂的泡沫遇上了油渍、污渍，泡沫变成了黑乎乎的脏水，泡沫没有了，乳白色没有了，动人的开裂和破碎的声音没有了。端方在用力地搓，头都不抬。现在轮到吴曼玲垂挂着两手了，10个指头在滴水，吴曼玲的10个手指全哭了。实弹射击当然是任何一次军事行动最为精彩的一个章节，因为精彩，所以要压在最后，也因为有用，所以它格外适合于结尾。实弹演习的地点放在河西，为什么要选择河西呢？很简单，河西的养猪场以北是一块盐碱地，这一块盐碱地十分的突兀，在开阔的、绵延的、肥沃的、水草丰美的苏北大地上，它像头上的一块疤，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任何毛发。和周边的万顷良田比较起来，它的地势要稍低一些。在每一年的汛期，盐碱地积满了水，看上去就像是一片湖，其实浅得很，水面都到不了膝盖，没有一条鱼，一只虾。汛期一过，它的本来面貌暴露出来了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水没了，湖底却白花花的，仿佛结了一层霜，地表上还布满了乌龟壳的花纹，那是开裂了，一块一块的翘了起来，像锅巴。王家庄的人们就把它叫做鬼锅巴，他们是鬼的粮食。盐碱地就是鬼的食堂，这个鬼食堂大了，它连接着王家庄、高家庄、李家庄。早些年人们曾改造过它，3个村庄的干部和社员为了把这个鬼食堂改造成人食堂，苦头没少吃，可是没用。无论你怎样的改造，它还是它，一粒麦子都不给你。当然，3个村庄的庄稼人倒也没有白费力气，因为改造，盐碱地被搞得坑坑洼洼的，高一块低一块，人们在无意当中建成了一块上好的射击场。射击场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要求，它需要一块高地做一堵墙，好把子弹挡在墙内，要不然枪声一响，你知道子弹会飞到高家庄还是李家庄。这样的烈士，县民政局从来都是不批的。经过严密的侦查，洪大炮在一块土丘的面前把他的民兵营安顿下来了，一共有10个靶位，换句话说，一共有10个射击点。在射击点的背后挤满了王家庄的年轻人，王家庄的年轻人都来了，说清朝出动都不为过。谁不想听一听真正的枪声呢？洪大炮想赶他们走，但是赶不走。洪大炮急得脖子上的那块疤都发出了红光，洪大炮还是让步了，他命令他们统统卧倒。他们就卧倒了，盐碱地的土坑里露出了一颗又一颗的脑袋。安顿好了，洪大炮把吴曼玲从战士们当中拖出来了。吴曼玲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其实是他的一句玩笑话。他说他也想放2枪，要不然真的打起仗来，他总不能去当炊事员吧。
洪大炮却表扬了他，当场特批了他10发子弹。这一来，吴曼玲还不能不去了，不去就成了违抗命令。吴曼玲后悔的要命，来不及了。他站在洪大炮的旁边，紧张的像什么似的。吴曼玲想，开枪之前的严峻与肃穆原来是这样的，右手的食指不停地抖，像提前上演的抠，风平浪静，但这一切都是一个假象，马上就会电闪雷鸣，马上就会地动山摇。标靶那边的旗语打过来了，这是旗帜的语言，一般的人是听不懂的。旗语庄严，他说话的方式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洪大炮命令身边的人同样用旗语做了答应。洪大炮趴下了，吴曼玲也趴下了。洪大炮取过了弹夹子，咔嚓一声，子弹上膛了。吴曼玲的脑子顿时就空了。吴亮一直都尾随着他，这会儿离他都不到1公尺，吴曼玲就是看不见。吴亮原本是站着的，现在他一定感受到了什么，蹲下了，后腿贴在了地上，前腿却撑得高高的，左边舔了一下，右边舔了一下，凝视着远方。吴曼玲端起了枪，他在瞄准。王家庄的年轻人发现洪大炮一直把他的手放在枪管的上方，他这样做是必要的，只要枪管不向上，无论吴曼玲把他的子弹打到哪里，只要不飞上天，起码是安全的。泥土永远也打不烂，炸不死。啪的一声，吴曼玲扣动了他的扳机，这一声太响了，超出了吴曼玲和王家庄所有年轻人的想象。说起来，他们对枪声并不陌生的，哪一部电影里没有？可是亲耳听到了，近距离感受到了，不一样了。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耳朵被击中了，整个人都受到了巨大的撞击。枪声传到了天上，却又被天空反弹了回来，又把人吓了一大跳。枪声绝对不是啪的一声那样简单，而是啪炸，是2响，后面的一声更猛烈，更有说服力。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声枪响震慑了，谁也没有留意吴曼玲身边的狗。几乎就在枪响的同时，吴亮跳了起来，这一跳绝对超出了一条狗的限度，是不可思议的那种高，是癫狂的高，灵魂出窍的高。吴亮刚刚从空中落地，吴曼玲可能是受到了第一声枪响的刺激，慌了，手指头不停地抠。5.4式半自动步枪的10发子弹就如同机枪的扫射一样，全给他搂出去了。吴亮忘记了逃跑，伴随着枪声，他就在原地不停地跳，不停地下落，他的身影疯魔了。直到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，吴亮愣了一会儿，这才想起来广阔天地是大可逃跑的。吴亮向第11颗子弹飞向了养猪场，在撒腿狂奔的过程中，吴亮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好几次，巨大的惯性撞翻了一大堆的鬼锅巴，尘土飞扬。端方卧倒在射击点的后方，他的心情和别人的不一样，他毕竟和洪大炮相处了一些日子，存了一点小小的私心。他在等实弹射击结束之后，他想向洪主任要一颗子弹，他也想放一枪。端方为他洗了那么多的衣裳，还有臭袜子，这样的要求不过分的。当兵没当成，弄一把步枪玩玩总是可以的吧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老骆驼也来了，他俯卧在不远的地方，由于紧张，他已经将2只耳朵一起捂上了。吴曼玲射击完毕，这时候对面的土坑里钻出了一个人来，是报靶员。他严肃认真地把手里的旗帜一通挥舞。洪大炮爬起来了，2只手插在了腰间，大声地笑了。洪大炮对吴曼玲说：“怎么搞的嘛？一环也没有，完全脱靶了嘛。”
战士们都笑了，吴曼玲没有笑，他的脸已经白了，还没有回过神来呢。直到第一组战士从地上爬起来，吴曼玲这才想起了他的狗。吴曼玲说：“吴亮呢？我的狗呢？”一位战士就和吴曼玲开玩笑说：“吴支书，你的狗去帮你找子弹去了，要找好半天呢。”大伙儿就又笑。洪大炮回过头，拉下脸来，命令说：“肃静！”一组是10个人，也可以说一组是10把枪。和刚才吴曼玲的射击比较起来，现在盐碱地里的枪声则更像枪声了。好在人们的耳朵已经适应过来了，不再是一惊一乍的了。就枪声而言，吴曼玲的枪声顶多也就是流寇的所为，是孤单的、零星的。这会儿真正的战争开始了，是狙击战。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，他们想从这里逃出去，然而这是妄想。一阵又一阵的枪声宣告了他们的失败，宣告了他们的死亡。端方都已经看见遍地的尸体了，他的想象力在向内看，他的心中有一部电影，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人在阵地在。枪声大作，空气都香了，火药的气味越来越浓郁，这是战争的气味，它笼罩了盐碱地，笼罩了里夏河的平原，笼罩了每一个年轻人的心。硝烟的气味令人沉醉。漫长的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战士们枪枪中靶，正如歌曲里所唱的那样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。敌人的死伤惨重，战士们收起了枪，把他们架在了一边。这一架就是一个信号，实弹射击结束了。战士们来到王家庄的年轻人中间，开始赶人，把他们往盐碱地的外面轰。端方站在那里没动，怎么就这么结束了呢？他还有一枪没放呢。端方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惆怅。这场战争能打上10天8天该多好啊！一个战士来到端方的身边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离开一些吧。”端方没好气地说：“反正结束了，你管我们站在哪里？”战士反问了一句，说：“谁说结束了？”战士说：“谁说结束了？还有手榴弹呢！你们趴在我们身后，万一有人脱手，多危险！”端方的好心情突然就被调动起来了，是喜出望外和绝处逢生的喜悦，简直就是捞了一笔外快。还有手榴弹呢！端方立即帮助战士们清理场地了。端方带领着大伙儿爬上了远处的小土丘，在小土丘的背后，他们趴下了。远远的，他们看见洪大炮撬开了一只弹药箱，小心翼翼，那里头全是手榴弹。在傍晚的阳光下面，它们发出乌溜溜的光。吴曼玲望着弹药箱，很害怕，不好意思地对洪大炮笑笑，说：“洪主任，看起来我要做逃兵了。”洪大炮紧紧握住了吴曼玲的手，高声喊道：“战斗紧张，你也别送我，我也不送你，我还要指挥，你回去吧，回去，这里有我们。”手榴弹的爆炸是真正的爆炸，伴随着一阵火光，大地都晃动了。然而端方失望地发现，它的威力远不如电影上那样巨大。电影就是这样，在手榴弹爆炸的时候动用了特写镜头，整个画面都是纷飞的尸首和纷飞的泥土，具有一锤子定音的效果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手榴弹并没有那种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杀伤空间，它惊人的只是声音，它炸飞的泥土远远称不上遮天蔽日。端方渴望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手榴弹让端方失望了，
可是不管怎么说，恢宏的剧烈的爆炸声还是让端方的热血沸腾起来，他激动得不能自已。他要当兵，他还是要当兵，只有当上兵了，他才能整天和射击和爆炸在一起。端方趴在地上，暗自下定了决心。他对自己说，对吴支书要好一点，对吴支书要好一点。从今天开始，对吴支书要真正的好一点。今年不行，还有明年。放一枪的愿望，端方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盐碱地的上空飘满了硝烟，硝烟堆积在半空，被夕阳染得通红。空气的味道全变了，不再是香，而是糊。大地突然安静了下来，有了惨烈的、难以接受的迹象。战士们在远处，像电影里的一个远景，安安静静的列队，安安静静的稍息，安安静静的立正，安安静静的向左转走。端方站起来了，他望着远方，远方是一支之字形的队伍，他们已经开始撤退了。心里头突然就是一阵难过，他的心里想起了电影上的话外音：同志们走了，革命转入了低潮。端方都有些不放心了，他们为什么要走？他们走了，王家庄会发生什么呢？揪心了。天暗淡了下来，端方的心也一起暗淡了。他转过身，并没有和别人一起去争抢子弹头，却盯住了自己的身影。他的身影很长，在一个下坡上，端方的影子有了流淌的危险，有了覆水难收的意味。夕阳同样把硝烟的阴影投放在了下坡上，端方在阴影中伤感而又彷徨。老骆驼说：回去吧，该喂他们了。因为实弹演习，村子里其实是空着的，每一间房屋都安安稳稳，每一棵树都安安稳稳，而那些草垛的外部轮廓则格外的柔和了。它们绵软的线条完全体现出了被占领和被解放的局面，柔顺服帖。村子里偶尔有一两个妇女在走动，她们头顶着围巾，腋下挎着竹篮子，是没事找事的样子。这同样也是被占领和被解放的局面。总之，在冬日下午的太阳下面，呈现出祥和而又安乐的景象，同时也是死气沉沉的景象。说不好，毕竟是年底了，年底的村庄就是这样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寥落，仿佛是在预备，在积蓄，新年一到才能够欢天喜地起来。当然，枪声响起来之后，情形立马改变了，王家庄不再寥落，枪声就是发令，村子里的家禽和家畜呼啦一下集体出动了，神经质的出动了。他们哪里能懂得枪声的意义？他们不懂，吓坏了，魂飞魄散。他们就知道颠，就知道跳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王家庄就没了人样，家畜飞奔起来，半空中飞翔的全是鸡鸭鹅，还有它们的羽毛。王家庄突然就成了一个动物的世界，是飞禽与走兽的世界。一句话，疯狂的世界，史无前例，干脆就是史前有了洪荒的、霸蛮的、原始的气息。吴亮就是在这样纷乱的景象当中
回到了王家庄，浑身的毛都立在了身上，他看上去更大、更高、更强，威猛极了。他彻底忘记了自己是一条狗，他像一块长了4条腿的肉，他更像一颗长了毛的炸弹，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。他有速度，他的速度就是他的方向。他体内的内分泌是旺盛的、疯狂的、火热的，他分泌出了速度，分泌出了真本性，他分泌出杰出的、超长的、不可估量的力量。他把自己分泌成一朵炫目的蘑菇云，他是盛开的毒蘑菇，能够腾空穿梭、裂变和喷射。他耀眼刺目，惊心动魄。在他抵达王家庄之前，吴亮路过了养猪场，一大群白花花的、黑乎乎的小猪崽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内分泌指引着吴亮，内分泌激荡着他。吴亮张开了他的嘴，他的锋利的牙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叼起了一块白花花的肉，咬断了。黑母猪还没有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，吴亮已经把小猪崽的尸体放下了，一口咬住了黑母猪的腿。黑母猪嗷叫了一声，企图做出反抗，然而母性是徒劳的，母性的力量抵挡不住内分泌的疯狂。吴亮没有兴趣和他纠缠，他丢下了黑母猪，继续狂奔。他要让自己的每一颗牙齿和每一根汗毛都成为速度。他回到了大队部，卧在了吴曼玲的床下。他的五角形的瞳孔闪闪发光，他的五角形的瞳孔警惕、嚣张而又惊慌。他在期盼，他更在防范。他的期盼是全神贯注的，他的防范则更加全神贯注。五角形的瞳孔照亮了吴亮的世界，每一颗牙齿都是晶莹的、剔透的。吴亮的牙齿做好了积极的准备，一旦有人进来，他就要张开他的嘴，上下一夹击，每一颗牙齿就十分对称地进入到人肉里面去了。养猪场里的黑母猪被咬得不轻，他退到了墙边，像大队会计数钱一样舔起了自己的伤口。而不远处的枪声一阵又一阵，有了排山倒海的阵势。散乱的小猪崽子们这时候已经不再纷乱了，他们一起挤在了黑母猪的腹部底下，和黑母猪的奶头一起瑟瑟发抖了。端方带着一身的硝烟回到了养猪场，他依偎在墙上，低着头，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惆怅，却在地上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是小猪崽的猪蹄儿，白色的，在黄昏微弱的光芒中放射出白花花的光，一共是3个。端方愣了半天，才把它们确认出来了，一确认就傻了，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。抬起头来再看屋子里，屋子里全是小猪蹄儿、小猪尾，还有小猪崽们的内脏。猪肠子细细长长的，拖得一地，剩下来的全是小猪崽们的尸体了，小部分还在抽搐。他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，可以说惨不忍睹了。端方跳进了屋子，黑母猪尖叫了一声，躲到老骆驼的床下面去了，只在外面留了一颗脑袋。他的2只眼睛像2只半自动步枪的枪眼，蓝悠悠的瞄准了端方。黑母猪的嘴巴可以称得上血盆大口了，叼了一只小猪崽的猪肝，正在咀嚼。端方的头皮紧了，
一阵发麻，随手捡起一具小猪崽的尸体。他的脖子早就断了，脑袋侧在了一边。这时候老骆驼进屋了，他立在那里，不停地打量地面，额头上都冒汗了。老骆驼到底是老骆驼，比端方镇定，他即刻就把门关上了，点起了马灯。马灯照亮了这个狼藉的场面，温馨的橘黄色的灯光无限柔和地照亮了这个惨烈的场面。黑母猪在床底下却把猪肝放下了，它似乎已经吃饱了，吃撑着了，对鲜嫩的猪肝再也不感兴趣了。它振奋得很，紧张得很，背脊上的猪鬃全竖了起来，像一个刺猬。黑母猪机警地望着端方，机警地望着老骆驼，他的眼睛在他的大耳朵的后面虎视眈眈，他的瞳孔里发出强有力的光，而他的脖子早已经变成了一只风箱，发出低沉的呼噜。那是恐惧的声音，那更是警告的声音，一阵一阵的。端方突然就有一些怕，这样的场景他从来没见过，甚至都没有听说过。他不知道老骆驼床下的那只黑母猪究竟是什么。端方没有把握，端方怕了，后退了一步。老骆驼一把就把他揪住了，低声地说：端方，别动，不要动。怎么回事？老骆驼说：我以后告诉你，你盯着他，不要走神，脚底下不要动。我们该做什么？我去把他赶出来，你把扁担拿好了，对准他的脑袋，是脑袋，要准，要快，要狠，最好一下就解决问题，别让他咬着了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老骆驼捡起了地上的小棍子，那是端方主持正义的小棍子。他歪斜着身体走到床的一端，端方却把扁担握紧了，预备好了。老骆驼用小棍子捅了一下黑母猪，黑母猪没有动，嗓子里却是一阵嚎叫，凄厉了。老骆驼就使劲儿，黑母猪还是不动。老骆驼就爬到床上去，把床板一块一块地拆了。这时的黑母猪却动了，它在往后退，屁股都顶在了墙上。端方一点一点地逼上去，老骆驼就听见耳边呼的一声，风在老骆驼的耳廓上晃了一下，一阵凉。端方的扁担已经抡下去了，端方的扁担在黑母猪的天灵盖上开了花，精确无误。几乎就在同时，许多粘稠的东西飞溅出来，溅在了墙上，溅在了端方和老骆驼的身上、脸上，很腥。端方抹了一把脸，一部分是红色的，另一部分则是乳白的，像胶水，更像浆糊。黑母猪的脑袋已经开了，它的身子却站立在原处，挺了片刻，坍塌下去了。它的嘴里吐出了一小块的猪肝，后腿却蹬得直直的，顶在墙上，颤了几颤，在墙上留下了最后的一道划痕。屋子里再一次寂静下来，全是端方的呼吸。事实上，在1976年年底的这一天，厄运远远没有结束。推动这个夜晚的还是那只名叫吴亮的狗，它到底还是把吴曼玲给咬了，是吴曼玲的小腿，咬得不轻。吴曼玲小腿上的皮肉都翻过来了。咬完了吴曼玲，吴亮就再也不像吴亮了。
他狂躁不安，1秒钟也不能安稳下来。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的吴亮到底像什么，他对每一个人的大腿和小腿都产生了强烈的爱，可以说是无限的痴迷了，见到谁都要咬。当然，毕竟有了吴曼玲的例子，王家庄有所准备了，做了有效的防范。除了吴曼玲，他好歹再也没有咬着谁。还是王瞎子见多识广，他来到了大队部，他对吴亮痛下了杀心。王瞎子说：“这东西不能再留了，我已经看见了，立即打死他，要不然麻烦的日子还在后头。”广礼还在犹豫，再怎么说他也是吴支书的狗啊。广礼说：“还是请示一下吴支书吧。”王瞎子说：“不用了，他都被咬成那样了，他自己的疼还顾不过来呢，他能说什么呀？你们打，回头我给吴支书打个招呼。”王家庄的人响应了王瞎子的话，打狗要看主人这样的老话不能再听了，确实不能再听了。以吴亮现在的样子，他咬人都不看主人了，哪里还能再看他的主人？人们操起了家伙，扁担还有锄头，全面出动了。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一场群众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。王家庄撒开了天罗地网。天黑之后，吴亮到底给逼进了一条死巷子。广礼用他的渔网把吴亮罩住了，广礼把渔网提起来，用力摔了几下，吴亮当即就晕了过去，近乎死亡了。当然，王家庄的人都是知道的，狗是土性子，只要一碰到土，它就会起死回生。广礼还是接受了王瞎子的建议，把吴亮吊了起来，就吊在大队部门前的槐树上。一群人围着吴亮，人们用扁担和锄头砸他的脑袋，都砸烂了。砸到后来，吴亮的脑袋差不多都消失了，变成了碎末和液体。王家庄的人们这才放心了，一只失去了脑袋的狗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借尸还魂的。天早就黑了，空气里还留有一些硝烟的气味，然而越来越稀薄了。这一个夜晚的王家庄和平日里到底不一样，有一点不像夜晚。为什么呢？吴曼玲的伤口太疼了，忘记打开她的高音喇叭了。什么是夜晚？这在王家庄是有说法的。他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东方红》为起始，同样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国际歌》为终结。国际歌一响，一天就算是正式的结束了，这才可以吹灯上床。中央这样安排极其的科学，它可以提醒王家庄的每一个社员都应当胸怀祖国，都应当放眼世界。它还是一个象征，王家庄其实和祖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。你要是忘了听一听东方红和国际歌，那就什么都好了。因为没有东方红和国际歌，端方躺在床上就失去了参照。他被时间忘了，他被世界忘了，他也被祖国忘了。然而王家庄却没有忘记他。夜里9点，也许是10点，也可能是11点，红旗突然踢开了小茅棚的门，轰的一声，端方和老骆驼都吓得不轻，从睡梦中惊醒了。红旗的脸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的嗓音说明了他的慌乱。王家庄出事了。红旗几乎是叫喊着说：“端方，吴支书叫你。”什么事？
端方瞎头闭眼地说：“不知道，他就是在叫你。多晚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”红旗没有让端方在被窝里久留，他大胆了，居然把端方从被窝里拉了起来。端方套上衣裤，都没有来得及拉上鞋子的脚后跟，就被红旗拖出茅草棚的大门了。冬日的星光无比的昏暗，反而像夏天里的鬼火了。端方跟着红旗一路飞奔，一路跑，一路说：“你急什么？”红旗说：“快，端方，你快一点！”端方跟上去，厉声问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红旗说：“你快点，我也不知道。吴支书就是喊你。”端方和红旗还没有来到大队部，远远的就听见吴曼玲尖锐的叫声了。红旗说的没错，他是在喊端方。他的嗓音特别的凄厉，又模糊又清晰，从声音上听过去，似乎是和什么人打起来了。端方冲刺过去，大队部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。都这么晚了，还有这么多的人，看起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。吴曼玲的屋子里乱糟糟的，罩子灯的灯光直晃。端方拨开人挤进屋内，广礼和金龙他们居然把吴曼玲摁在了地上。吴曼玲披头散发，她在地上剧烈的挣扎，狂野的很，泼辣的很。端方只看了一眼就愤怒了，他伸出两只手，一把揪住广礼，一把揪住金龙，把他们拎开了。吴曼玲还在喊：“端方！”端方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曼玲，是我。”吴曼玲似乎没有听见，又尖叫了一声：“端方！”端方把吴曼玲额头上的乱发拨开去，说：“曼玲，是我。”吴曼玲望着端方，突然安静了，她的目光直挺挺地逼视过来，像两根透明的棍子。吴曼玲说：“端方。”端方说：“我是端方。”吴曼玲的目光极度的柔和，她的眼睛开始笑了，笑得含情脉脉的，又笑得凶相毕露的。她的脸也笑了起来，和平日里有所不同，没有内容。由于没有内容，就可以说很纯明，也可以说很凶险，还收不住了。端方感到了不好，回过头气急败坏地喊：“准备船，叫兴隆送医院！”端方刚刚说完，还没有回过头来，吴曼玲突然就颤抖了，抖得浑身的关节都表现出来了，而头发像是泡在了水里，有了漂浮甚至是飞扬的迹象。端方见过人发抖，却没见过这么个抖法的，想摁却怎么也摁不住，都听到他的牙齿的撞击声了。吴曼玲一把就把端方拽住了，搂住了端方的脖子，箍紧了，一口咬住了端方的脖子，他的牙齿全部塞到端方的肉里去了。“我逮住你了！”吴曼玲的嘴巴紧紧地捂在了端方的皮肤上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端方，我终于逮住你了。”